你敢相信吗？新加坡，这个连喝水都要精打细算的小岛，竟然高调宣布，未来要把人工智能变成国家的最核心能力。这绝对不是一份在办公室里随便写、走走过场的普通产业规划。新加坡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给出的最终建议，简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他们非常明确地指出，人工智能根本不是什么单纯的新兴产业，而是新加坡未来整个国家经济运作的底层操作系统。副总理严金勇在面对公众时，更是用一句话直接点燃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戏剧性与豪赌感。他说，我们必须精准下注，不然新加坡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明天的优势。听到这里，你脑海中是不是立刻冒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一个连广阔内需市场都完全没有，自然资源可以说是零，全国人口加起来还不到600万的弹丸小国，到底凭什么敢在微软、谷歌这些巨头林立、中美两国神仙打架的 AI 领域，去进行一场压上整个国家命运的超级豪赌？他手里到底拿了什么牌，又到底在赌什么？其实答案绝对会颠覆你的认知。新加坡压根就不是想去赢什么底层 AI 技术竞赛，他真正在谋划的是想抢先一步，去赢下全球规则与枢纽的下一轮大洗牌。对于新加坡来说，压住人工智能，这从来绝对不是一道可以选 A 或者选 B 的轻松选择题，而是一道极其残酷、血淋淋的生存题。大家想想看，这个国家的底层逻辑到底有多么脆弱和残酷？新加坡根本无法靠老天爷赏饭吃，这里挖不出一滴石油，也找不到一块矿产，它也完全无法指望什么人口红利，几百万的人口规模有着极其死板，根本无法突破的天然天花板，它更无法依靠内需市场来拉动经济，本地这点可怜的市场份额，放在全球经济版图上，简直就像是大海里的一滴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新加坡在过去几十年里，唯一能赢、唯一能活下来的方式，就是把自己死死地镶嵌进全球体系里，变成一个任何人都离不开、不可替代的关键节点。过去这些年，新加坡确实做到了，它靠着极其繁忙的港口、高端的金融服务和四通八达的航空枢纽，狠狠吃透了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红利，赚得盆满钵满。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啊！曾经那个顺风顺水的全球化正在加速走向碎片化，传统的物理枢纽模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死挑战。试想一下，如果人工智能注定要在接下来的10年里彻底重写全球的生产力分配，那么新加坡如果现在不去疯狂抢夺 AI 的制高点，就等于是在全人类走向下一代全球化的时候，主动撕毁了自己的入场券，这简直就是等死。既然必须要去抢这张关乎生死的入场券，那到底该怎么抢？新加坡的高层可是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自己绝对不可能去走美国或者中国那种疯狂烧钱拼基础大模型、拼极限算力的老路。那种玩法是超级大国才玩得起的俄罗斯轮盘赌。新加坡的下注就像是顶级狙击手一样，精准锁定了3个最适合他们这种小国体量的 AI 战略高地。首先第一步就是疯狂布局 AI 基础设施。你敢相信吗？新加坡现在正在不遗余力地狂建超级数据中心和云枢纽，它的野心极大，目标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无可争议的算力大港口。紧接着第二步，打造 AI 治理与监管的超级沙盒。新加坡根本不想去做那种纯粹的底层代码研发中心，它要做的是全球科技巨头和创新企业最愿意来试水 AI 的合规试验场。在这里，法律清晰，规则透明，让那些最前沿甚至有点激进的 AI 技术敢于在这里真正落地运行。最后第3步就是全面霸占 AI 应用层，他们要把人工智能彻底变成赋能实体经济的通用超级工具，疯狂推动本土的制造业、金融业、物流业、医疗体系，乃至最核心的政府服务，进行一场彻头彻尾的全面 AI 化。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恍然大悟了？
新加坡压住的根本不是冷冰冰的 AI 技术本身，它真正在压住的是让自己成为 AI 时代无可替代的金融中心、法律中心和结算中心。新加坡真正想赢的根本不是什么 AI 技术的全球第一，而是 AI 时代那至高无上的定价权。在全球商业发展的漫长历史中，一直存在着一条牢不可破的铁律，那就是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利润的最终分配权。新加坡本来就是过去那套全球化规则的顶级受益者和资深大玩家，他最拿手、最擅长干的活儿，就是连接世界，做国际仲裁，搞合规审查以及进行全球结算。而在未来全面爆发的 AI 时代，这种作为全球规则节点的能力，不仅不会贬值，反而会变得空前绝后的值钱。大家闭上眼睛想一想，未来那些海量的 AI 跨境数据流通，到底该归谁管？当一个复杂的 AI 模型出了重大事故，这巨大的责任归属到底该怎么判决？那些由 AI 自动生成的经验内容，它的版权到底算谁的？还有更关键的， AI 金融风控的审计标准到底应该由谁来制定？当美国和中国正在擂台上疯狂拼杀，谁的 AI 技术更牛，谁的算力更强的时候，新加坡却在台下默默地编织一张巨大的网。他在拼尽全力打造一个局面，那就是不管你是哪国的巨头，只要你想用 AI 在全球做生意，你就必须通过我新加坡这道大门。用一句更狠、更直白的话来说，新加坡真正想做的就是成为 AI 时代的瑞士，加上华尔街，再加上新马六甲海峡的超级综合体。AI 这盘大棋对于新加坡来说，绝对不是什么稳赚不赔的买卖。首先摆在面前的就是物理极限的恐怖压迫感。大家都知道，算力战争那是极度烧钱的，而数据中心更是名副其实的吞电巨兽。对于一个能源高度依赖进口天然气，连淡水都要精打细算的热带岛国来说，疯狂扩张 AI 基础设施，本身就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会面临能源枯竭的绝境。其次，就是那场残酷到极点的人才争夺战。面对着硅谷、北京、深圳这些全球科技重镇强大的虹吸效应，新加坡拿什么去拼？只能咬着牙，靠着全球顶级的薪酬待遇和极其灵活的制度，去全世界硬抢最聪明的大脑。更棘手、更让人头疼的还是内部的阵痛。AI 的全面普及必然会像一场大地震一样，造成国内就业结构的剧烈震荡。经济策略检讨委员会在报告中特意加重语气，强调了职业转型桥梁的重要性。这充分说明政府高层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很清楚，一旦推行这个战略，国内肯定会有部分传统的岗位注定要被无情地淘汰消失。最后，新加坡就算再怎么长袖善舞，努力保持中立，也根本无法完全免疫中美这两个超级科技阵营逐渐脱钩所带来的巨大压力。面临着这么多随时可能致命的风险，新加坡为什么还要咬着牙敢去赌？因为他们早在心里算过了一笔账，如果现在不赌，未来会更加万劫不复。对于那些超级大国来说， AI 可能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增长选项，但对于新加坡来说， AI 就是保命的国运防线。在过去几十年的光辉岁月里，新加坡靠着优越的地理位置，经营着港口、金融和贸易，成功把自己打造成了物理世界中那个闪闪发光的全球枢纽。而面向波澜壮阔的未来，新加坡这是要靠着人工智能，硬生生地把自己进行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变成数字世界里最核心的数据枢纽、合规枢纽和方案输出枢纽。新加坡从来就没奢望过要成为什么天下无敌的 AI 强国，它的终极目标是要成为整个 AI 世界里那个谁也绕不开的关键接口。正如副总理严金勇在演讲中所暗示的那样，在这个充满未知的牌桌上，不是每一注下进去都会赢。但是，如果为了害怕输而只敢去选那些所谓的安全选项，那么新加坡这个国家就永远无法突破自身的极限。对于这样一个小国来说，最危险的结局从来都不是下注失败，而是从一开始就吓破了胆，
根本不敢上桌下注。当全球的科技巨头和超级大国都在为抢夺最强 AI 模型而杀得眼红的时候，新加坡却正在极其冷静、极其克制地抢夺着 AI 时代的全球规则与流量入口，这才是它真正让人胆寒的豪赌。朋友们，看到这里，你觉得新加坡这场押上国运的超级豪赌，最终能够如愿以偿的大获全胜吗？在巨头博弈的夹缝中，它真的能成为 AI 时代的最终赢家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最真实的看法，我们一起探讨。如果你想看透更多关于东南亚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底层逻辑，请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会。